Hello， 大家好，我是郭巴老师，努力机 Sam。今天是我们这个九州重机旅行的第3天。早上呢，从熊本我们的旅馆从那边走出来，对面就是这个以熊本熊为主题的百货公司。我们从公园的地下停车场把摩托车牵出来之后，穿上雨衣，准备出发咯。好，大家有看到那个牌子写说阿苏。今天可以说是我们这整趟旅程当中呢最核心的一天，就是要去随时都可能会爆发的阿苏火山。好，那还好呢，骑到一半这个太阳开始放晴了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车道，之前跟大家说，如果你要右转，也就是等于我们这边的左转它一定会让你有一个右转车道，这样开的直行你就直行，要右转的人才跨越到右边的车道，然后去等红绿灯再右转，所以这个直行的车就会非常的顺畅啦。骑到一半也有看到往阿苏山前进的机车骑士。哇，骑到这边呢，两侧的视野完全的展开，这个骑乘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心旷神怡呀。这位骑士的坐骑好像是凯旋的Triumph。相较于昨天的高速公路到柳川，然后呢再走海边的道路到熊本，我们今天呢真的是完完全全的是山路一日游看那边右边就是我们要前往的目的地咯。哇，这不知道什么车，好帅好古董的感觉果然呢，这个阿苏山附近就是这个跑山圣地所有来九州玩的人呢，都是想要去阿苏山一探究竟啊。渐渐的越来越离开市区，让我们看到的眼前的景色也都变得像这样子。哇，远方有个高山，下面是农田，哇，旁边还有小溪小河川，简直是太梦幻了刚好有阳光这样子打下来，觉得很像在花莲那最近去花莲不太方便嘛，反而在九州呢看到了类似的美景。骑了差不多40-50分钟之后呢，来到了阿苏郡我们现在在一个地方叫做立野。那在这边呢，因为天气越来越冷了想说停下来加一些这个防寒的衣物围脖什么的好，大家有看到我们现在位置是在这个一个便当店的阿苏立野店这个地方就叫立野。那从这边要去阿苏火山看那个火山口的话呢，很多人都是选择往最近的道路这边会先经过草千里，然后再到火山。但是我们呢想说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阿苏山所以我的规划是要先到南阿苏那一边，然后呢再走这个111道路，整个横跨到阿苏火山的火山口，然后再往北骑下去。好，稍作休整，准备再次出发。哇，这边一个右转要往南阿苏，这个景色已经非常的惊人了哇，远远有一个那个红色的桥，下面有瀑布，然后呢我们这个桥的下面也是一个这个溪流非常的高来到这边有一点好像北欧的感觉我是没去过北欧，但是这个树怎么这么高？果然呢这个九州还是纬度比我们高一点。好，既然都来到南阿苏了我们就来参观一个地方叫做白川水源。因为阿苏山它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流有很多的水质呢都非常的不错那这个白川水源呢更是被选为100大名泉之一哇，这个一走进来这个步道就觉得好有森林感这个整个感觉真的是很干净的一个地方，从它的水源从它的树都感觉得出来。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水声吧。1分钟60吨。哇，这样一个小小的河川1分钟就可以涌出60吨的水源，而且是很干净到你可以直接拿来生饮的程度
那这个园区也蛮小的，你花200块买一个小小的清洁费的门票，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走到它真正的水源这个地方哈。有看到那边吗？一直在冒泡泡的感觉哈，那边是他们的水源。人的身体有70%是水嘛哈，所以如果你喝的水是干净的话，人呢很容易变得很健康。哇，这边有这个白川水源附近的居民啊，都可以来免费装哦哈，清洁费是要付啦哈，但是装水不用钱，哇，真的太幸福了。那我们后来当然也有去装啦，这个口感真的是非常的甘甜哈。好，离开了白川水源，接下来我们就真正的要踏上跨越阿苏山的道路啦。哇，感觉这两侧的这个高高的这个算什么树呢？不是很清楚，真的让人家感觉好像置身北欧哈。好，111国道，哇，一进来就觉得这个森林感非常的强，看两侧的那个树。森林那个树干，哇，真的是很令人喜欢。它的道路不算特别宽哦，但是呢，因为大家都很守规矩，所以骑起来是很顺畅的。哇，大家看看，哇，这个山坡上怎么会有那么高的树？真的是纬度不一样哦，这个林相就不太一样。随着我们的高度越来越高之后呢，可以看到下面的农田，我们就来到了第一个停靠站——南阿苏全景路线展望台。好，大家看那个地图哦，就可以知道我们大概位置在哪里啦。从这边由上往下俯瞰的感觉，让我觉得好像在鹿野高台。九州跟台湾真的有好多地方好像哈。这个阿苏火山呢，它还是一个活火山，然后有一个网站可以查它今天的这个活动的程度怎么样。如果活动的程度有一点高，有可能会喷发，它就不会让你上来哦。好，从这个路口呢右转，继续再往前骑，来到阿苏的山上广场。再往前呢，就有一个所谓的有料道路哦，就是它另外要再收费，你才能够进去，就可以去看这个火山口啦。好，这边有看到很多的骑士，也是跟我们一样骑车过来这边看火山。一直到我们到的前一天，这个火山的活动的程度啊，都还是令人担心的程度，所以呢，它不让你进来。但是还好，我们到的这一天就开放了，而且是全部都开放哦，啊，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幸运哈。这边它只是先提醒你一下，如果你有一些疾病、心脏病哈，对硫磺敏感，就不要再前进了。可是我们是还好，所以就继续往前来到这一边，这边才是售票处。哇，阿苏火山，我来啦！要来看看你的真面目啊！人家说那个日本安全帽厂商教的说，安全帽不要那个弄在照后镜上，说里面内衬会凹掉，然后说放在地上，真的有人放地上，放地上真的最不会滚啊，你知道吗？哇，都是一些老车。哇塞，哇塞，这个车。这里只是其中一个地区，是 B Zone。哇！这里就是那个，如果火山突然爆发，就躲进去。戴安全帽。日本的那个防灾观念。好，大家可以看到哈，不管是大人、小孩，还是开车、骑车的人，都会来看看这个活火山，算是开眼界哈，增广见识哈。像我跟 Kelly 也不是说对地质有特别的什么浓厚的兴趣，不过呢，这边算是有开放你才能进来的一个有一点难得的景点了哈。上面的风景呢，其实看起来都有一点点荒凉，因为它可以说是寸草不生啊。
哦，全部都是这个火山岩，然后风化掉碎掉的这个沙子。不过呢，这边的感觉也有一点像富士山啊，因为都是火山，所以呢，我们在这边也可以更加感觉到大自然它的威力的强大。它这里有好几个火山口哦，所以呢，你全部走完呢，还蛮需要时间的。可是我跟 Kelly 都觉得啊，来都来了嘛，是不是？就多走走看看。哇，下次再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算你再来九州，这个火山口也不见得让你来呢。那花了蛮多的时间在火山口走走看看哈，我们也拍拍纪念照，然后呢就沿着这个山路往山下骑，那继续要前进到别的景点啦。这边就是草千里之滨，左边那边呢有一大片的草原，非常广大哦。然后大家看那个右上角有看见，其实它里面有2个池塘哦，所以有一点点像嘉明湖那种感觉。可是呢，因为我们到的时候好像这个风景像那个起雾的阳明山，对不对哈？所以虽然觉得这边好像是一个观光的重点，可是我们就没有要停留，我们就这样子骑过去了啦。难得来一次阿苏山，如果是晴空万里，哇，视野非常辽阔，当然也很好。可是呢，今天老天给我们的就是一个有浓雾、很神秘这样子的阿苏山，所以呢，也给我们一个理由，让我们下次可以再过来看看它的真面目。骑了一段时间之后，来到这个地方叫做米种，不知道那个远远的那个小山丘是不是有点像坟墓的关系，所以叫做米种哈。那为什么要叫米呢？它这取名字的由来，这个要查一下。但是这一边给我们的感觉好像很大的擎天岗哦。从刚才就一直说，阿苏山感觉很像阳明山，九州很像台湾，但是呢，那只是有一些相似的点，它还是有它无法被取代的，一些它的特色，所以呢，还是蛮值得来九州这边骑一趟的。看一下路边这边有牛，它直接养在路边，然后左边这一边，为什么其他的牛都在栅栏里，只有这一次在栅栏外呢？这个牛在外面这样没有问题吗？如果他突然要过马路，会不会撞到他？好看都有那个摩托车骑士哈，不管从北而南还是从南而北，都会来骑一下阿苏山。好，来到阿苏市区了哦。那这时候感觉我们的油量有点低啊，第一次要在日本加油。然后停等的时候发现前面，这位车友的车牌是韩国车牌耶。한국분이시죠? 예. 어떻게 캠프차를 여기까지 운송을 해서 시모노세키 부산에서 시모노세키에 페리 배를 타고? 예. 오, 대단하십니다. 대단하십니다. 세중, 잘 다녀오세요. 네. 哇，原来这位车友啊，直接把他韩国的重机在釜山呢骑上这个大邮轮，然后就这个开到下关，从那边下来到日本。那下关其实算是本州嘛，再从那边过那个关门大桥，来到这个福冈这边，哇，真的是很佩服他哈。那因为我们从早上出门到现在都没有吃中餐，就在加油站旁边的 Lawson 简单的买一下丸子啊，烤这个鸡肉串啊，稍微补充一下热量。哇，好漂亮，好复古的房子哈！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旅馆，住一天应该蛮贵的吧？那我们下半段的骑行呢，就是要从阿苏市继续往大关峰来前进啊。大关峰可以想象呢，那边的观赏的景色一定是非常的庞大，很值得一去了哈。后来我们在山上呢，发现的确是如此，很多连游览车啊、汽车啊、重机更不要说了，大家都会去大关峰看一下。那我们走的这段路已经不是阿苏山了哦，但是因为毕竟地区很近嘛，所以旁边很多的这个草啊，那种感觉都还是蛮像的。好，到达大关峰了，那大家看哈，果然是汽机车都很多啊，好不容易看到好多重机就是这样子塞在路边嘛，那我也就停在这一台 CB300R 旁边，应该是250R 了哈。大关峰它的这一个休息区呢，它里面就有一点复古。感觉就是比较像台湾的那种买欧米亚给的地方，
但是这边有卖双麒麟哦，我们来吃一根吧。哇，这个哈雷车队大老远就听到他们传出来的引擎咆哮声哈，那个排气管的声音，波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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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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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很远的地方就听到了。然后他们一行人过来之后呢，我有稍微问了一下，他们都是韩国人哦，韩国骑士，感觉大家都是当老板的感觉，啊，都是那个骑很重的，然后他们的车子也是跟刚才那位骑士一样，从韩国直接坐船运到九州这边来骑的。阿苏山这一带啊，因为以前有过很大的火山的喷发，所以造成这边很特殊的地形，据说是全世界最大的重叠式山脉啊。那我们在这边也有遇到好心的台湾游客，帮我跟 Kelly 拍了好多张合照，谢谢他们。好，继续沿着11号国道前进，这一条路呢，可以说是北九州这一边最帅气的一条山路了。赖之本休息屋，那这个地方呢，据说有一点点像北宜公路上面的平林啊。跑山的人呢，不管你是开车的，还是摩托车，还是呢你是坐游览车的，好像大家都会在这边休息一下哈。那我们摩托车骑进来之后，我就想说，那就找我们这个 bike 啊，摩托车停车的地方，绕了一圈，想说到底在哪里呢？这时候发现左边有个牌子，摩托车的 P 在前面，对不对？那我就顺着它的指引呢，继续穿过这个小小的路，再往前面骑下去。可是骑到这边来后，哇，还要再往那边倒过去，想说这旁边那么多空格，为什么要把摩托车引导到那么远的地方哈？所以这样子不小心绕了一圈，我就出来了，就没有在那边休息啦。好，这边是赖之本高原哈，所以这边是赖之本休息屋啊，无缘呐，那我们下次再来看看好了。不用跟动物啦。对呀。刚刚大家有看到我们在那个山里面暗黑没有路灯的夜路骑了1个多小时哦，哇！后来受不了，赶快从汤布院那一边转上高速公路。虽然收费很贵至少有路灯嘛。然后来到了别府这边了终于有一点文明的感觉，而且它那个路中间呢，它还种这个棕榈树，哇，感觉非常的有这个海边的风情。其实我们只有定好今天要住别府，但是我们还没有定要住在哪个饭店，所以来到别府这边之后，还在那边找，哪个饭店比较好呢？后来呢，非常感谢 Kelly 找到了一间叫龟之井酒店，那这边它有它的机车的停车场，所以对我们来说是比较方便的。今天也是呢，骑了一整天的车，看了一整天的美景。非常感谢的是，我们都有安全下装。那就让我们期待明天的旅程吧。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啦，不知道大家喜欢吗？如果你喜欢，记得要按赞、订阅、加分享，还要开启小铃铛。那如果你喜欢看很多机车美照的话，记得要加入我的 IG 或是脸书哦。我是国宝老师，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安妞。